别人直播间都是榜一大哥，而我直播间却全是龙房大佬，只因我卖的产品有些逆天，速度3马赫的无人机，移山种地的超级机甲，还有全天候的阳光普照器。消息传出，蓝星集体恐慌，龙防部不得不连夜站出来辟谣。别慌别慌，我们龙国人只是爱种地罢了。乡亲们，这是我为山地果园研发的一款农用无人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这款无人机的速度能达到3马赫，喷洒速度极快，能适应各种复杂地形。等等，你说什么？3马赫？见过直播吹牛的，没见过把牛网炸了吹的。主播，你知道3马赫什么概念吗？我看你简介还是兵工大的，就这水平搞笑呢。就是小哥哥，你长这么帅，不如做颜值主播算了。乡亲们，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是良心带货主播。这架无人机是我耗时半年研发的，每一项数据都是经过实测的。你们信主播还是信我是秦始皇？主播，你看我们像是大傻春吗？哟，这不是林大才子吗？我以为你毕业拒了研究院的 offer， 去了什么国外大厂呢，没想到居然在村里开农机厂搞破烂，还在网上招摇撞骗，你这不是给学校抹黑吗？金贵，怎么是他？这家伙上学时就跟我不对付，还真是冤家路窄啊！金公子，真是好久不见啊！不过我这可不是破烂，我们村这边山地果园地形复杂，大型设备进不去，我这就是用学到的专业知识，给乡亲们做点实用的东西。你这就太天真了。作为老同学劝你一句，现在搞农机都是大厂拿钱卷，讲究的是科学和标准化。你在村里能搞出来什么好东西？别一升空就炸了。这位小哥哥说的不错，小作坊出来的无人机谁敢用？就是主播还是找个班上吧。金公子，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知道口说无凭，那咱们就用事实说话。我邻居大爷家的果园前2日爆发了蚜虫，果树种半山腰，大型机械上不去。今天开播前我就跟他说好，要帮他打药来做演示。等会儿我会切一个分镜头给无人机，大家都看好了。我这款无人机采用的是自适应旋翼结构，能够适应各种飞行环境。它不像普通无人机那样只在树冠上方喷洒，而是能钻进树与树的缝隙中，贴着果树枝干，将高浓缩药液雾化精准喷洒。我天，这避障反应还真是有点东西啊！可不是，就算是大厂的无人机做不到这么稳定。确实挺厉害的，但也没有主播说的那么玄乎，速度也就快了那么一点，也就凑合凑合吧。你这旋翼的倾角响应，怎么可能这么快？你用了什么算法？金公子，咱们毕业也3年多了，我肯定不能在家瞎混啊！这可是我蹲在地头观察了将近1个月的风向和树叶摆动规律写出来的。怎么样？这可不是破烂吧？这不可能！就算你算法再牛，那无人机的载重和续航怎么解决？山地果园风那么大，普通电池根本撑不住几趟。你这纯属花架子。老同学，你这问题问点子上了。搞过农业的都知道，病虫害防治就是和老天抢时间。要是等雨下下来，蚜虫就会彻底蔓延，这1年的收成估计都好不了。所以我这款无人机的设计核心不是大容量水箱，而是极致的喷洒效率。无人机能有多快？可能你没听见，我刚开播时就介绍过了。这款无人机速度能达到3马赫。我们用传统锂电池加电机，而是用废旧农用3轮的传动轴材料，加上高温涂层，自己车了一台微缩版的脉轻爆震发动机。不求别的，就求推力大、速度快。这块地几分钟就能搞定。主播，你认真的吗？脉冲爆震发动机，这不是下一代航天飞行器上提出的概念性技术吗？就是，你这无人机是有点技术，但也不能张口就来。林辉，你要是能搞出爆震发动机，我能把键盘生吃了，还用的什么农用3轮车的零件，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可别丢人现眼了。大家也看见了，马上要下雨了，我就先不跟大家扯了，等我把农药喷完咱们再聊。解除限速，全功率模式启动。搞定。虽然噪音大了一点，但山里空旷不扰民，毕竟干农活嘛，效率才是第一。我天，我刚才看到了什么？那是音爆云吗？神特喵干农活，效率第一，谁家地头用无人机干活啊？还能飞出马赫环？这玩意儿要是用来送外卖，以后我都要失业了。等等，刚才不是有位兄弟说要吃键盘刺身吗？想看？怎么可能？一个乡下的农机厂，几把破扳手，怎么可能搞出这种东西来？好了，乡亲们，咱们今天就先演示到这儿。目前这款无人机还在测试阶段，等到时候能量产了，一定给乡亲们一个实惠的价格。我得赶紧回去收晒的辣椒了。家人们，咱就是说，谁家种地用3马赫的无人机啊？本来以为是个骗子，没想到他居然来真的。
简直100个大震惊啊！兄弟们，这才是真正的硬核手工博主手做脉冲爆震发动机。我就问，还有谁？还有谁？这个直播我看了，原以为兄弟是来搞笑的，没想到他真会。问问大家，这在网上算什么水平？能跟手工梗坐一桌吗？楼上的你在逗吗？这视频要是不假，都能跟李老坐一桌了。你们不会真信吧？这一看就是合成的视频。要真那么厉害，这主播怎么还在乡下开农机厂？早就被龙国收编了。唉，新一代航天发动机的冷却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啊！这该如何是好？李老，大事啊！怎么回事？给你说了几遍了，行事要稳重。你这都跟谁学的？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李老，你快看这段视频。这灵敏度，这速度怎么做到的？该不会是合成的吧？李老是真的。起初我也怀疑，就找技术科分析了，确定这视频是真的。那你还愣着干嘛？马上去找人查清楚，这无人机到底出自谁手啊！快去！还让我稳重，这下知道我跟谁学的了吧？天气这么好，正好去看看大爷家的果园，看看昨天的成果，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小辉啊，你那玩意儿真行，我早上已经去看过了，那蚜虫都被杀死了，还得是你们念过书的厉害啊！等中午我让你奶炖只鸡，你一定过来吃啊！行，有好吃的我肯定去啊。大爷，等到时候我无人机卖出去了，就给咱们村里搞个集体农机站，以后村里种地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哎，当初你好好一个研究生，去城里干点什么不好，非得回村里继续开这个农机厂？你是不知道，大家都为你可惜呀！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是走出去的？咱们村里穷，耽误你了。大爷，我在村里挺好的，现在咱们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你们老了种地不容易，我这3年可搞了不少好东西，到时候咱们也科技种地，让你们也赶上时代。好，这谁家拖拉机啊？小辉，你看是飞机。请问哪位是林氏农机厂厂长林辉同志？那个，我就是林辉。请问老先生，您找我有事吗？找到了，真的找到了。小林同志，我是龙科院的李长秀。昨天你直播时展示的那架农用无人机，真的是你研发出来的？是我做的，李老先生。我们村里种植环境复杂，为了提高喷洒效率，我就搞了这么一架农用无人机。小林同志，那个无人机现在在哪儿？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行啊，跟我来吧，就在车间放着呢。哎呦，我的祖宗哎！这东西怎么能用来垫泡面呢？李老，那就是几张话费的稿纸，不算什么的。喏，这就是我昨天直播的无人机。是他，就是他，就是视频里的那架无人机。小林同志，这无人机用的真是脉冲爆震发动机吗？当然，我可是良心带货主播，哪能欺骗乡亲呢？那飞一个看看，总不能你说是就是吧？小林同志，你别生气。说实话，这脉冲爆震发动机我们研究了许久，但却一直不得要领。小吴就是年轻气盛，着急了些。没事的，李老先生。吴小弟看着年纪比我还小，能进入龙科院，肯定是天才般的人物。天才嘛，有点傲气很正常。那咱们就应吴小弟的要求，飞一个看看。全功率模式启动。真的行，真的行！好啊，好啊！咱们新一代航天发动机有希望了。辉哥，你真是太牛了！你是不知道，我们用了近1年的时间都没能解决发动机的冷却问题，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要不你跟我们去龙科院吧？小林同志，小吴有句话说得对，以你的才华不应该埋没在这个小山村，所以我代表龙科院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研发下一代航天发动机。辉哥，快答应啊！等去了龙科院，咱们就可以做同事了。小辉，你这是要走了吗？大娘就知道你是个有大出息的人，以后一定要常回家来看看啊。各位领导，这孩子很优秀，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小学考试每次都能拿100分呢。大娘，我什么时候说要走了？李老、吴小弟，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但龙科院我就不去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村这片山地全是小地块，大型农机进不来，乡亲们种地全靠着一双手。我回乡接手这个厂，不仅仅是因为是我爸留下来的，也是为了给这片土地造出他们用得起、用得上的工具。可是小林同志，龙国航天事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在这里。李老，
科学没有边界，用在天上保家卫国很伟大，但用在地头保障粮食丰收，让百姓少流点汗，也同样是为龙国繁盛而努力。更何况我的才华没有被埋没，不然你今天也不会来找我了。小林同志，是我格局小了。龙国有你这样愿意扎根基层的科研工作者，是龙国百姓的福气。不过李老，我这个人也挺实在的。说实话，村里发展确实有限。我知道你们这次来是看上了我无人机上面那套脉冲爆炸发动机技术，我可以转让给龙科院，所有图纸和核心数据一字不落。只是我有2个条件。你说，只要不违反原则，什么条件都可以。一个是我需要一笔技术转让费，毕竟搞研发确实需要花钱。2是我需要采购一批特种材料。说实话，我手里压了一份设计稿，但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材料，一直没能做出来。不知道李老能否给我开一个特殊材料采购通道？哈哈哈，就这么简单。小林同志，你放心，我回去马上就给你办。只是你这款无人机暂时不能在直播间售卖了，毕竟牵涉到保密技术。不过我们也会尽快进行处理，不会耽误你太久。辉哥，有时间来找我啊！你不知道我每天面对那些老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一见你就觉得跟你聊得来。好，要是有机会，我也想去龙科院看一看，到时候一定找你玩。林辉同志，这是李老让我给你的，你需要的材料，我明天就安排人给你送来。从这一刻开始，林氏农机厂将迎来真正的起飞。林辉，你也太牛了吧！果然大神还是大神。大家不要被蒙骗了，我刚看到官方说视频是合成的，他就是为了红，搞出来的特效罢了。大家自己看啊！不会吧，辉哥不是这种人。虽然不是，但这事儿吧，还真不好说。不然3马赫无人机未免也太离谱了一些。算了，估计是李老他们为了技术保密放出来的烟雾弹，等保密期过了再说。现在材料搞定了，尽快把机甲搞出来，比什么都重要。林辉同志，你好。战功，这趟麻烦了。没事儿，货都在这里了。特种钢材12吨，高能电池组6套，还有传动部件若干，都是按你清单上列的规格配的。上头批了个成本价，不然这些东西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小辉啊，这是要做啥子哟？这玩意儿比我家灶台还亮，用这做梨花，那不得1天犁3亩地？只是咱们这都是梯田，再好的器具也翻不了山下不了地呀。林辉同志，这些材料是用来造农机的。张工，我是农机厂的厂长，要材料当然是做农机了，不然还能做什么？暴殄天物啊！暴殄天物啊！乡亲们，我们大山岭村将启动后山的梯田复垦计划，预计下个月，我将直播测试林氏农机厂最新研发的大型农用机械，带大家沉浸式体验物理意义上的平整土地。敬请期待。林氏农机厂的齿轮再次转动起来，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车间电焊的火花几乎没有熄灭过。为了这台愚公一代，我和之前跟我爸一起干的王叔，还有几个懂点机械的年轻人，几乎没日没夜的干。小辉，不行啊，这左边的液压臂一通电，液压油就往外渗，这可是要承受几10吨压力的，这管子根本撑不住。管子本身没问题，是接口的密封缺，受不住特种液压油的高温。王叔，咱们不用现成的密封圈了，上次耐高温陶瓷垫板还有剩，我手工车一个接口出来。纯手搓一个100%契合的接口，还得是你啊，小辉。年轻人就是敢想敢干。就这样，整1个月的时间，火花四撞，一个钢铁巨兽一点点成型。辉哥，你可真行啊！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你知道我多无聊吗？3马赫无人机视频都盘包灰了。说好的平整梯田的大型农机呢？前排提示，安全带已系好，请辉哥开始表演。等等，你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他那无人机官方不是都辟谣了吗？你们怎么还相信他呀？楼上的管太多，这么炫的特效大片都拍不出来，我就爱看不行吗？就是，而且我觉得林厂长有干货，那视频不像是假的，估计是官方放出来的烟雾弹呢。乡亲们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这1个月没日没夜的赶工，总算是把机器攒出来了。你们看我身后那座山，那片石头梯田荒废了10年，咱们今天就把这些梯田平整出来。废话不多说，来吧，展示。
金公子、打假斗士老王，还有机械先锋 OP， 这个阵容感觉来者不善啊！莫非是来踢馆的？林辉全网最专业的机械测评大 V， 今天我都给你请来了。怎么样，老同学给的牌面大不？你上次那个视频，他们已经逐分析过，违背了12项基础物理定律。今天的现场实操，你敢不敢让他们连麦提问？林厂长，我不针对任何人。只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你说要造多地形适应的农机，就目前的民用机械领域来说，你这是在挑战不可能。不行的话就早点下播。我赌1把蒜台，林厂长肯定能行。我赌2把，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楼上的让让，我瓜子壳卡键盘里了。咱是纯手艺人，就让产品说话。金公子，还有各位懂行的老师，虚假宣传那套我瞧不上。今日就请你们做个见证，农业发展本来就靠脚踏实地。这台机器能不能完成任务，就让他亲自告诉你们。王叔，拉闸！好嘞。我天！请原谅我的词穷，大佬在上，请收下我的膝盖。你管这叫农资，管这叫插秧机？神特喵的插秧机！这一铲下去，考古队直接开张。环太平洋龙国分部是吧？行，我信了。别人造机甲是开传送门，辉哥造机甲是为当拖拉机，可以，这很务实。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双组履带混合底盘，这种平衡算法，连顶级军工实验室都在头疼。他一个破村办工厂是怎么解决重力分配的？壳子做的大有什么用？动不起来就是个废铁模型。我不信他那几个破电池能带动这么大的机械械结构。大家别急，刚通电，让系统自检一下。玉工1代系统自检，高能电池组输出稳定，液压阵列正常。听见没？全绿！这大家伙可比你们想象的聪明得多。伙计们，干活了！大家不要眨眼哦，前方有乱石堆，无妨，没有愚公跨不过去的坎。各位，这坡度超过40度，传统农机是上不了这种坡的。今天咱给大伙表演一个逢山开路。这玩意儿，我跟你们讲，不是砸，是震。大家看见了吗？巨石秒没。你们看好了啊，碎石、泥土都是一铲子的事儿。这平准度，不吹牛，堪比压路机。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翻地。大家看到了吗？现在这土松软平整，直接就开始播种了。荒地变良田，有了愚公1代，你们再也不用担心爸妈翻地辛苦了。这就是我造这台机器的初衷。这底盘用的是自适应模糊 PID 还是模型预测、控制在线等挺急的？虚心请教，2条腿独立悬架和车身姿态解算是怎么耦合的？卡在这1年了，求灵神指点。前面的你这也叫虚心？让开，我来！大佬，平衡算法原版能看看吗？就一眼，谁出来翻译翻译这帮人在说啥？不是你们搁这开学术会议呢，我就想看他跑地。来，兄弟们，看好了，暴力模式结束，接下来给你们露一手真本事。大家别眨眼啊！这叫精量播种系统，播种速度每秒钟10次，远超人工种植的速度。经过包衣处理的玉米种子就这么被打进土壤里，深度恒定，误差不超过半厘米。你就算拿尺子来量，航距、株距绝对一模一样。开荒那是粗活，播种这才是技术活。不是，他真在种地啊！从流浪蓝星变成修理蓝星也就算了，结果你告诉我这玩意儿的终极技能是播种玉米。我好像看到了张飞绣花，李逵穿针，液压臂刚才砸石头都冒烟了，现在居然能精准点包。各位，这就是玉工1代的核心功能，全自动精准播种模块。这片地石头虽多，但土壤里的矿物质极其丰富，种出来的玉米又甜又糯。荒废10年，如今乱石滩变良田，也算是造福乡亲们了。这叫不破不立，硬核种地。小辉这孩子真是出息了啊！看你这话说的。这孩子那是打小就出息，上小学那年就跟着他爸捣鼓修车。你还别说，他是真会。可不是，有一年我拖拉机坏了，老厂长不在，还是小辉给我修好的。这孩子了不得啊！虎父无犬子，老厂长要是还在，看到咱们厂造出这么个铁疙瘩，做梦都能笑醒。辉哥，这地弄得比我家炕头还平啊！今年咱们大山岭村不用愁没地种大豆了，只要大家愿意种，以后村里的翻土活，咱们农机厂全包了，不收钱，就当是测试机器了。林辉，你小子又给我搞出个大新闻！李老，怎么了？我的机器没出什么故障吧？你那机器好得很，一点故障都没有。倒是你上次惊动全国，这次惊动国外，
都上蓝星新闻了。发言人先生，我们注意到贵国在一个偏远山区进行了一次未公开的大型双足机动兵器的实地测试，请问这是否意味着贵国在战略级陆重机甲领域取得了突破？这是否会打破目前的蓝星平衡？啥双足机动兵器？我那就是个加了履带的插秧机啊！这位记者朋友，那只是网络上的一些剪辑视频。正如大家所见，这台正在作业的机械是龙国一位致力于乡村振兴的青年为解决复杂山地农业开荒问题自主研发的多地形农用机械，代号愚公一代。他刚才展示的是如何在坚硬的岩石土壤中精准播种玉米。大家都知道，我们龙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我们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制造一些体型大一点、动力稍微强一点的农机是很合理，也很符合逻辑的。所以，请大家不要过度紧张。如果各国对先进农业机械感兴趣，也欢迎来我们龙国交流经验。哈哈哈，果然是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合理，非常合理，逻辑满分。体型大一点，12米较大一点，动力稍微强一点是吧？笑发财了，记者你管这叫农机？龙国我们就想种个地，怎么了？听到没有？你这台农机现在可是挂上号了，这底盘的自适应平衡系统太漂亮了，上面已经决定了给你申报今年的杰出青年称号，还有你的采购权限提升为 A 级，需要什么材料直接拉单子。谢谢李老。林慧，我为这几次的行为向你道歉。今天我全程看完了你的直播，我也为之震撼。这些年我一直对你很不服气，觉得你只会死读书。看到你回农村，我以为你废了，我趁机踩你一脚，想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但今天我看到你的愚公一代，我心服口服。你为了家乡的农业发展，守着破厂房，短时间内创造出奇迹，你赢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本关于非线性动力学方面的书？我想重新开始学。书单发你邮箱了。车企的底盘调教也是门大学问，技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好技术。下次如果我这机器的差速器出问题，还得找你这个汽车专家请教。临时农机厂算是彻底盘活了，接下来是时候好好的大干一场了。王叔，哎，厂长有啥吩咐？这几天安排厂里的兄弟，无人机的保密期已到，整理好无人机和愚公的减配版图纸，准备接单量产。顺便帮我订购一批高反光率的隔热镀膜超导线圈。咱们村背阴坡的大棚光照太差，冬天蔬菜长不起来，我想做个小玩意儿给乡亲们补补光。小辉，你这次说的小玩意儿，它正经吗？王叔，你想哪儿去了？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农用设备。你看，咱们村这地理位置，典型的两山夹一沟，前山光照足，但后山那几百个蔬菜大棚，一到冬天或者阴雨天，基本就废了，光合作用跟不上，乡亲们的西红柿和黄瓜品相差，卖不上好价钱。理儿是这个理儿，可老天爷不给太阳，咱总不能给老天爷装个灯泡吧？您还真说对了，我就是想造个人造太阳。确切的说，用一台无人平台把它送到云层上面或者半空中，再利用超导线圈激发出等离子体，模拟出跟太阳一样的光谱，最适合植物生长的那种。再用微型轨道反射镜把光精准的打在咱村背阴坡大棚上。小辉，你说的那些我都听不懂啊，不过意思我倒是明白。你要搞个飘在天上的大灯泡，专门照咱们村的菜地。对，不仅要照，还得亮度够，温度合适，不能刺眼，最关键是省电。这几天厂里你帮我盯着一点，材料一到我就进实验室。这玩意儿不好搞，散热和光源稳定是个大麻烦。小太阳考验的是极其精密的微电阻控制和材料科学，前后修改了10几块电路板，只为了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太阳级别的光谱照射。这一版应该能行了。又来了，这都已经是第17版了，3号电芯怎么又烧穿了？功率输出还是不稳，看来必须得换电芯方案。现有的倍率不够，启动瞬间压价太大，要么并联扩容，要么换高倍率电芯。小辉啊，安全第一。昨天晚上我还以为地震了呢，你可是咱们村的希望，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大爷，我心里有数，不会把自己炸没了的。这天气预报说，接下来1周连阴天，后山大棚里的草莓正到了上色的关键时候。这要是没太阳，今年的收成又要减半了。大爷别愁了，今晚我就让咱们村的草莓提前见明天的太阳啊！今晚，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农业是个本分行当，
得先让咱们自己村的人吃上好饭。喂，你个臭小子！我刚才看气象卫星的红外热造像图，你们村上空怎么突然多出了一个高能热源反应？你别告诉我你造了个小太阳出来！李老，看您说的，我怎么可能造得出真正的太阳？这就是个大棚补光灯，利用了点等离子技术而已。等离子阵列？你管这叫补光灯？你知不知道，这套光源稳定系统如果是真的，深海潜航器照明和高能激光武器的聚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图纸，赶紧把图纸给我传过来。每次搞点农机都能惊动这帮老专家。好，等晚点我就把图纸给你，还是老规矩。就放心吧。对了，你把1周后的时间腾出来，到时候来京城一趟，你的龙国杰出青年表彰下来了。好，李老，到时候我一定去。下面有请龙国杰出青年获得者林氏农机厂厂长林辉同志上台领奖。林厂长，作为最年轻的杰出青年，同时也是无数网友心中的硬核发明家，您现在有什么想对龙国观众说的吗？或者您下一步有什么宏大的科研计划吗？首先，感谢大家的认可。我只是个搞机械的农民，没什么宏大的计划。科技的发展不是为了高高在上，而是为了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最近因为天气原因，很多地方的大棚蔬菜都缺光照，所以今晚颁奖典礼结束后，我的个人直播间会准时开播，我会上线最新研发的小太阳全天候大棚补光灯，只要10.8万一台，现货不多，有需要的乡亲们记得拼个手速，快通知采购部把他的小黄车给我清空，一台都别留到国外去。那场短暂直播后，50台小太阳散件上架，10秒钟后台卡死，订单界面全是龙科院。辉哥，你真是太牛了！你是不知道，我们为了抢你那些小太阳，都用上高科技了。李老他们担心技术泄密，所以第一批我们科研研究所会做检测。不过你放心，很快的。行，你们放心检测吧，所有技术我都加了保密技术的，不然岂不是给他人做嫁衣了？记得检测完了通知我一声。放心吧，辉哥，我办事肯定快。哎呀，厂长回来了！小辉，你可算回来了！你这奖一领，咱们厂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全省各地的农机合作社都在催无人机和渔工的量产版，还有那个啥小太阳的预订单都已经排到明年开春了。王叔，订单多是好事，但咱们吃得下吗？手搓个原型机，我带着大家熬几个通宵能干出来。但这是上千台的量产，没有标准化的流水线，没有严格的质量品控，咱们交出去的机器要是出了故障，砸的可是农机厂的牌子，更是乡亲们对国货的信任。说起这个，我也愁啊。咱们村留在家的大多是只会种地的老把式。今天来应聘的这些后生虽然年轻，但都没摸过数控机床，要把这草台班子拉拔成正规兵，难啊！难也得干，咱要振兴乡村，可不是光嘴上说说，得有实在的产业支撑。有了产业，这些年轻人就不用出去打工了，村里也就没有那么多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了。技术我可以教，流水线我可以建，一步一步来。哟，金贵，稀客稀客。金贵就是之前在直播间带头嘲讽我们的那位。林辉，我不请自来，没打扰你吧？都是老同学，还跟我客气上了。王叔，你先去忙吧，坐吧。怎么，合资车企的高管今天来我们这穷乡僻壤视察指导？哎，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辞职了。辞职？大几10万年薪的工作，说说就辞？金公子，你还是这么任性？你那位置，多少人挤破头都挤不进去。在那边干得再好，也不过是个高级螺丝钉，每天为了迎合外国总部的指标，坐着毫无灵魂的换壳车。直到那天，我看到你造出的愚公1代，那台机器虽然外表粗糙，但里面跳动的是真正属于咱们龙国机械人的心脏。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这些年追求的高薪和面子有多么可笑。我听说了你们厂爆单的事，林辉，论搞核心研发，我金贵这辈子可能都追不上你了。但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搞生产线设计、质量控制体系、供应链管理，我敢说我是专业的。这上面是我熬了3个大夜，根据你们厂现有的场地面积，重新规划的无人机和小太阳的半自动化流水线改造方案。我不求高薪，只求你给我个机会，让我也能参与到这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里来。从前是我狭隘、虚荣心强，但现在我只想干点实事。金贵，咱们都是学机械的，目标都是用双手改变生活。农机厂现在正缺一个懂现代管理的生产厂长，金公子欢迎加入我们。你放心，这流水线要是跑不起来，我提头来见。接下来的2个月，农机厂迎来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有金贵把控生产线的改造，我终于可以腾出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村民的技术扫盲中去。每天晚上厂房的食堂就变成了夜校，我站在黑板前当起了林老师。这玩意儿叫游标卡尺，通俗一点讲，它就是一把更精确的尺子。咱们平时用的钢直尺，最小一格是1毫米，但有时候1毫米不够用，
比如无人机电机轴的直径差了0.几毫米，装上去就晃，飞起来就抖。你们记住，不管多复杂的电路，最后都要回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从哪里来，经过谁，到哪里去，怎么回来，这就是电路，没那么玄。二柱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个螺栓的扭矩是50牛米，你不能凭感觉拧，你当这是给你家木门上荷叶呢？金厂长，我这手劲儿大，没搂住火。从一台样品走向大批量生产，就得一次次纠错，一天天磨合，靠大家伙的汗水，咱村里的年轻人可以。二柱子，辛苦了，金贵，咱的农机厂正式迈入了现代化农业机械制造的门槛，以后我们终于不用跟别人解释，咱们不是修拖拉机的了。以前咱们靠天吃饭，种几亩地，养几头猪，一年到头满打满算，刨去成本，能落个2、3万块就不错了。现在厂里上单，底薪加绩效，一年下来少说5、6万，还能照顾家里老小，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谁说不是嘛？你没看村里的土路，现在都修成水泥路了，咱们可都是沾了小辉的光啊！你们听村长说没？现在外面都叫咱们村富裕村，还说咱村是乡村振兴的典型，让其他人来学习呢。林厂长，我们看过了你们的愚公1代，性能非常优异，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山地梯田要恶劣100倍。这边沙漠边缘的7号防风林带遭遇了罕见的流沙侵袭，传统的履带车进去就往下陷，人工种树根本来不及。你们能不能造出一台能在流沙里如履平地，还能快速种植梭梭树的防沙造林机？林厂长，拜托了，如果这片防风林保不住，后面的3个村庄和几万亩农田，明年春天就会被黄沙彻底吞没。把地质数据和流沙特性发给我，给我半个月时间。这活难办啊，老林，我最清楚底盘的极限，愚公的自重超过15吨，在山地那是稳如泰山，但到了流沙地，这就叫铁坨坠海。履带接触面积再大，压强也远超流沙的承载极限，更别说那里的沙尘暴了，细沙无孔不入，这液压系统密封篇不出半小时就能被彻底磨烂。小辉啊，金厂长说的对，咱不能揽这瓷器活，真要把机器开进沙漠报废了，咱赔不起啊，更耽误了人家种树的进度。你们看，这片代表着方风林的绿色区域，它正被大面积的黄色斑块一点点蚕食。方风林一旦失守，世代依靠豫州生存的乡亲就会失去家园。不能用履带，金贵，你说的对，自重是最大的问题。既然硬碰硬不行，咱们就来个水上漂。水上漂啥意思？类似仿生学多节气墙阵列，模仿沙漠蜥蜴和蛇类的受力面，用高强度耐磨的复合材料做成大面积气囊底盘，通过内部气压的快速冲放，实现类似蠕动和滑行的移动方式。这样一来，压强能分散到最大，不需要轴承和铰链，就不存在进沙子的问题了。天才！用柔性底盘代替刚性底盘，这就等于给机器穿上了一件超级充气救生衣。它不是在沙子上开，它是在沙子上浮着。不仅如此，播种方式也要改。流沙无法固定树苗的根系，再设计一个深层超声波注水钻头，钻头下去的瞬间，超声波震荡热化周围的沙地，把含有营养液的水包和梭梭树苗一起打进2米深的湿沙层，然后再瞬间填埋压实，一步到位，抢在流沙回天之前让树苗扎根。这工作量不小啊，半个月的时间要定制气囊，还要编写气压控制器，要老命了。所以流水线交给你，实验室我来扛。还有3天内，我要拿到所有特种气阀和复合材料。没问题，我现在马上去安排材料。接下来的半个月是农机厂建厂以来最忙的一段时间，量产的无人机流水线日夜不停，实验室里火花四溅，气泵轰鸣。为了测试气囊底盘的抗磨损能力，我让人运来了几吨粗沙，在车间里生生堆出了一个微型沙漠，天天开着测试底盘在里面打滚。林厂长，这车没有轮子，怎么走啊？等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走吧，我和机器一起过去。这第一台特种设备得由我亲自下场调教。完蛋了！昨晚那场沙尘暴又把几10米宽的流沙推过来了，咱们昨天刚种的那几百棵梭梭树苗，全被吞了。唉，又白忙活了。孙老师，那几百棵树苗，咱们今天还补充吗？要种，这是在与天斗，斗不赢也得斗。孙所长，林氏农机厂的设备运到了。小林厂长，你可算来了。没有履带，这底盘全是气囊，这能在流沙里走吗？这里面可全是没有底的活沙坑啊！还有，这机器能种树苗吗？孙所长，这台机械名叫沙洲，是愚公1代改装的。机械臂的末端我已经全换成了超声波注水钻头，其余的等完事我详细给你说。先准备树苗和水箱包吧。
时间紧迫，沙尘暴马上又要来了。今天咱们就在沙尘暴里把这道防线抢回来。能走，真的能走，这也太神奇了！是啊，而且速度还不低，感觉像是海星在蠕动一样推进，真是新奇啊！这林厂长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大家看好了，接下来我就开始种植了，下钻。奇迹，这真是机械史上的奇迹！报告总指挥，防线守住了。农机厂的设备正在流沙里种树，速度是人工的100倍。孙所长，不用担心，机器一切正常，播种继续。林厂长，你没事吧？机器怎么样？我没事，底盘的抗压能力比实验室里测算的还要好。孙所长，你们去看看战果吧。机器带的3000株梭梭树苗全种下去了。所长，全活了！3000株树苗全部深扎在湿土层，超声波注水填埋的极其结实，流沙根本拔不动它们。林厂长，你的农机厂立了大功了。有了这台沙洲，我们今年把防风林向前推进10公里的计划，绝对能实现。能帮上忙就好。不过这次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高频气阀在极寒沙尘环境下的寿命还是偏短，回去以后我还得对模块进行升级。以后西北这边的防沙遭林，只要你们需要设备，我们农机厂永远优先排单。老林，看看这个，咱们的愚公1代在国外火了。国外？咱们的销售网络还没铺出去吧？是没铺出去，但你那个农机直播风靡国外，被剪辑成了无数个版本。很多国外的农场主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托留学生代购，高价求购咱们的愚公底盘。最离谱的是，有个沙漠区域的土豪直接往咱们厂打了1000万定金，备注说要定制一台防弹装甲，要在沙漠种椰枣。胡闹！咱们是造农机的，不是造坦克的。这订单不能接，把钱原路退回去。我已经退了，我知道你的底线。不过老林，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咱们的技术已经非常领先，上面也发了话，鼓励咱们走出去，但走出去的阻力可能比咱们想象的要大。既然上面鼓励咱们走出去，那就算难也要试一试。放心吧，我已经着手开始办了。老林出事了，咱们的出口申请被几个国外农机巨头联合卡住了。卡住了？为什么？理由很可笑，国外一家叫绿源通的农机巨头牵头，联合发布了声明，声称我们的无人机使用了微缩爆震引擎，速度过快，威胁了国外低空飞行的安全标准，拒绝为我们的产品颁发适航和准入证明。哼，他们是怕咱们的效率太高，打破他们垄断的农机市场。效率高，价格低，他们比不过，只好来诋毁了。不仅如此，绿源通还在蓝星农业论坛上放话，说我们的林氏农机厂只会搞些噱头，缺乏真正的核心专利底蕴。他们甚至公开挑战，说要在下个月蓝星农业装备锦标赛上用他们的最新设备跟我们比全地形作业。蓝星农业装备锦标赛？不了解，没兴趣。这算是目前蓝星上含金量最高的农机实地性能测试大赛了。赢了的不仅能拿到各国订单，更能直接打破那些贸易壁垒。老林，现在不是几台机器买卖的事儿了，人家都来家门口挑衅咱们了，这口气咱们不能咽。再说了，咱们得让龙国农机走出去。对，这口气咱得争。金贵，通知车间，暂停所有无人机的原厂生产，腾出3号实验舱。既然他们要比全地形作业，那咱们就陪他们玩把大的，让他们见识一下，到底什么才叫真正的工业标准。这是我设计的神农系列，已经改了10几版了，你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法？老林，你这个多模态融合的想法确实很惊艳，但工作量太恐怖了。你想让一台核心主机通过更换不同的底盘和外挂模块，同时具备无人机的急速喷洒、愚公的碎石攀爬以及沙洲的流沙浮力，这等于是在造一个农机界的变形金刚啊！先不说动力分配，光是这几个模块在极端恶劣地形下的快速物理交接，以咱们目前的机械强度，接头处很容易因为金属疲劳而断裂啊！不愧是车企高管出身，一眼就能看出致命弱点。你说的没错，传统的螺栓连接或者液压卡扣肯定不行，抗扭矩太弱。咱们换个思路，放弃单纯的物理锁死，改用电磁阵列吸附加行星齿轮自锁双重连接。接通电源的瞬间，电磁力将模块拉紧，同时内部行星齿轮咬合，只要动力不断，接头就等同于一体成型的钢材。一个字，绝！但这种精度的齿轮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咱们厂里的那几台数控机床干得出来吗？
干不出来也得干。这不仅仅是为了打赢一场比赛，更是为了咱们龙国农机的未来。如果神农能成，以后乡亲们种地就不需要买一堆不同功能的机器了，买一台主机，配几个便宜的模块就行，这能给农民省下多少钱？接下来的1个月，农机厂进入备战状态。为了攻克高精度零件的加工难题，我几乎长在了车间里，每天手把手教年轻人调试机床参数。辉哥，这转速是不是还得再慢点儿？我看切荷叶都冒烟了。对，稳住。越是精密的活儿，越不能急，把它当成雕花来做。要把数控机床的操作精度拉到极限。大家都挺住，咱们的农机能不能走出去，就看这次大家努力的成果了。农机厂全体老少爷们用图纸、汗水、机油和无数个不眠之夜，一寸一寸硬生生打磨着机器。成了，真的成了！我们真是太厉害了！老林，真被咱们搞出来了。是大家一起搞出来的。走吧，装车，让外面的人看看咱们龙国农民自己造的机器到底行不行。天啊，不出国不知道，这些机器动辄售价几百上千万，农民能买得起吗？这都是集体化作业的装备，就像是咱们大山岭村的农机站一样，哪有农民自己买这个的？老林，你快看，那就是绿源通的展区，他们这次展出的机器名叫收割者微型，是一个巨型联合农业平台。哇，他们这个机器看着跟房车一样，这也太豪华了吧！只是这玩意儿真的能下地吗？走吧，去咱们的展台。咱们这主机搭配上分散的模块，像是没装完的半成品，气势上就弱了一半啊！瞧瞧，这就是龙国派来的代表队，他们是打算在赛场上现场拼装拖拉机吗？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叫模块化，懂不懂啊？二柱子，干活！林先生是吧？我看了你在沙漠里种树的视频，很有创意。但这里是专业的蓝星锦标赛，比拼的是机器的综合耐久、马力输出和智能化，而不是玩什么气球漂浮的杂技。农业是严肃的科学，你们那种手工作坊里的东西，撑不过第1轮沼泽测试的。科学确实很严肃，但在我们看来，农业的本质是为了让土地长出粮食。至于能不能撑过测试，机器明天自己会说话。借过一下，你踩到我们用来接地的避雷线了。那我们明天赛场上见。希望你们的零件不会散落的满地都是。辉哥，这帮人也太瞧不起人了。刚刚带头的男人叫卡特，是绿源通的人。我刚才去绿源通那边看了下他们那台机器的底盘，自重至少20吨。为了追求马力，他们用了传统的液压硬连接，在平原上确实无敌。但明天第1关可是连续的强粘性泥石流沼泽地貌。是啊，20吨的自重，马力越大，在泥沼里陷的就越快。他们根本不懂，面对大自然的复杂地形，对抗永远不如顺应。明天让全世界看看，我国的机器是怎么在泥地里跳舞的。乡亲们，我现在人在哈维莫，马上就要开始参赛了，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林氏农机厂最新的设备神农系列，敬请大家期待我的表现。熬夜修仙党前来报道，厂长加油，让老外看看咱们龙国的钢铁巨兽。我在电视上看了那个收割者微型，看着太吓人了。厂长，要不咱跑吧，我怕了。不管输赢，你都是咱们全村的骄傲。大家不用紧张，咱们造农机是为了干活的，不是为了走秀的。体型大不代表能干活。今天这第1关魔鬼泥沼，咱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4两拨千斤。老林，主办方发信号了，绿源通排在咱们前面1号位发车，卡特就在那台车上。马力确实恐怖，前300米他们的速度很快，强行用动力撕开了泥沼，让子弹飞一会儿。沼泽地最大的特点就是非牛顿流体特性和吸附力。前300米是表层浮泥，等到了中端深水区，20吨的身重加上这种粗暴的搅动，就祝他们好运吧。你瞧，物理定律是公平的，压强超过了淤泥的承载极限，它现在就是一块正在下沉的废铁。哦天哪！绿源通的收割者似乎遇到了大麻烦，它的自重成为了最大的累赘，底盘已经被完全卡死了。哈哈哈哈！刚才不是很狂吗？大马力出奇迹啊，怎么不动了？辉哥该咱们上场了，给他们秀一个。二柱子在后排坐稳了。好嘞，辉哥，我安全带绑得紧紧的。神农主机启动多模态融合，解除常规刚性锁死，接入2号预备方案，履带气囊复合底盘。
5，这是什么黑科技？气囊履带，压强瞬间降了2/3吧！我学机械的看傻了，辉哥是天才。这哪是农机，这是登陆舱吧？履带还能充气。牛顿棺材板我帮你们按住了，3倍接地面积，这还限个毛线的车？收割者微型驾驶员是不是在揉眼睛？不是，等等，这气囊万一被扎破了怎么办？走着。老天，这怎么可能？模块化底盘在泥沼里临时改变受力结构，这套电磁连接系统的抗扭矩没断，这怎么可能呢？这叫龙国功夫，以柔克刚，在泥沼上也能如履平地。目前速度每小时30公里。嘿，哥们儿，这里是农业比赛，不是拔河比赛，靠蛮力是种不出好庄稼的。需要叫我们的拖车服务吗？看在同行的份上，给你打个8折。实在不行，下来推2把吧，别耽误后面发车啊！全程耗时12分08秒，打破了该项测试的历史记录。辉哥威武，神农威武，龙国威武，教科书级别的模块化应用。林厂长这套电磁接驳系统绝对是国宝级的专利，这才是咱们国人自己的机器，不搞花里胡哨的，遇到烂泥就变成泥鳅，遇到流沙就变成飞毯。老林，这第1关咱们赢得漂亮，但下午的第2关是30度陡坡的极限收割测试，那可是硬碰硬的机械强度比拼，咱们的模块化接口能扛得住那么大的瞬间震动吗？这台机器里不仅有电磁锁，还有咱们厂全体老少爷们拧上去的每一颗螺丝，不管前面是陡坡还是刀山，咱们不仅要爬上去，还要爬得最稳。加油！陡坡是收割者5型的在擅长地带，这一次一定要找回场子。老林，这坡度太陡了，30度陡坡是重型农机的翻车临界点，还要在上面进行高频的收割作业。绿圆通他们底盘重心低，在这关反而有优势。放心吧，就算他有优势，想赢我们那真不一定。柱子，换2号模块预设，把泥沼气囊卸了，上攀岩4族和悬浮收割战列。明白，辉哥。来了，4族机甲形态，我以为是收割机，结果你给我抛出个蜘蛛侠，这防滑钢爪看着就带劲，直接扎进石头里了吧？不管看多少次，这个电磁间接技术都觉得离谱。在30度的坡上接头处要承受多大的剪切力啊？真的不会断吗？第2场30度陡坡收割现在开始。收割者这次速度虽然慢，但确实很稳。好了，不管他们了，该咱们上场了。咱们不走直线，支磁型路线更适合神农。神农的重量只有5吨多，4个机械足上的防滑钢爪在接触岩石的瞬间就会嵌入缝隙中，还有陀螺仪系统，让主机始终保持着水平状态。无论脚下的坡面有多崎岖，驾驶舱连一丝剧烈的晃动都不会有。启动悬浮收割阵列。呀，实在太雅了！收割庄稼像是一场艺术创作，看台上专家们的下巴快掉地上了。天哪！4图独立悬挂系统结合了陀螺仪自动找平，这哪里是农机，这分明是火星探测车的技术标准。你看它的收割臂几乎没有多余的震动，这种精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赢了，我们赢了，龙国赢了，整整领先收割者10分钟啊！我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林辉先生，龙国的机器让我大开眼界啊！您证明了最顶尖的工业设计不一定要昂贵、笨重、实用、灵活、模块化，这才是未来农业机械的发展方向。龙国制造，名不虚传。谢谢您的认可。我们农机厂造机器，不是为了在比赛中拿第1，而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种地的人能少流点汗，多打点粮。如果各位对神农感兴趣，欢迎来龙国交流采购，我们随时欢迎。小林啊，干得漂亮，干得太漂亮了！你这不仅是赢了1场比赛，你是给咱们龙国农机打出了一条通往蓝星市场的康庄大道啊！李老，幸不辱命，这奖杯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厂全体工人的，也是咱们龙国工业体系的。看来咱们的国外渠道彻底打通了，这些都是国外的订单。不过咱们不能盲目扩张，稳扎稳打，
优先保证国内乡亲们的供应。小辉，先吃饭吧。你这又在画啥图呢？神农都拿蓝星冠军了，还能怎么改？王叔，农业发展是没有尽头的。现在咱们解决了山地、泥沼、沙漠，但咱们国家的版图那么大，还有高原冻土，还有深水水稻田呢。只要国家还有1寸土地需要耕种，林氏农机厂的车床就永不会停。